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啊！今天已经到7月了啊，7月21日啊，2025年的。那上一次直播呢，给大家做直播应该是5月份啊，5月初的时候啊，有2个多月没有跟大家做直播了啊，所以啊。老朋友在哪里啊？有没有想念七爸爸啊？当然了，我们在 GMT 啊，每周还是见面的那些啊，好像这个在GMT 里面见面跟这个直播的气氛有点不一样，是不是啊？徐小玲啊，谢谢你，我们每周都在 GMT 里面见面的啊。那当然新朋友来的话，也可以打个招呼，告诉我你是住在哪里的啊？我们在这里广结好友啊，全世界的朋友都有那为什么最近做直播做少了呢？其实我在4月多的时候，5月的时候邀请大家参加 GMT， 当时也有好多的人参加了 GMT 所以这最近照顾他们，希望他们得到价值那最近呢，我们也是收到好多 GMT 的新同学、老同学的一些反馈的意见，都觉得是很满意所以我觉得放心了一下今天晚上也有一些看到的东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是个机会，又是一个很大的机会的来临，所以今天晚上给大家来这里做一个直播希望大家叫多点朋友来因为多点朋友的话，让我感觉我这个时间花在直播上面还是值得的，因为我准备这个直播也准备了1天多昨天香港打风我就在家里准备直播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准备了1天多的内容我觉得是很多的机会所以希望今天大家叫多点朋友来，今天我会分享一个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很火的一个板块，一个行业和板块，而且在这里有一些股票已经涨得不错了，但是有一些股票我觉得还有机会我觉得还有机会当然呢不要相信我讲就是我一会儿会给你们看看我做的一些数据啦、分析啦，大家自己去做值不值得投资的一个决定我在这里不做买卖建议，但是我做了一些分析可以给大家分享给大家看一下，所以是价值满满的，好吧？那大家做多点分享多点人敢来看我的直播的话，给我感觉到我这个时间花在这里还是值得的那另外最近我的腰又搞伤掉了所以现在还有一点紧，还有一点不舒服所以要坐在这里给大家讲这个直播这个希望大家能多点人来给我点支持，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努力还是没有白费好吧这样的话我可能以后又可以做多点直播给大家 OK 好，那跟我们以前一样今天晚上时间大约是1个小时我是准备了很多的内容，大家想看哪一个部分多一点，马上来投票。想听大师和散户都犯的不光是散户犯的，连大师都犯的错误的3大错误那这个是使得我们损失惨重的，可以写 A如果呢想知道分析一下下一个风口在哪里的一个行业和板块的风口的可以写 B 那还有第3个就是具体讲一讲一个我觉得是一个10倍股的一个股票一些我做的一些研究分析的话大家可以写个 C 当然呢这个如果够1000人的话，我还可以回答大家想问什么股票来回答大家如果你说什么 ABC 那就没有一个深入了，对吧？我最主要还是要知道一下大家大约是哪一个兴趣比较多一点好像 C 比较多一点 OK 那A 也有好久不见了有些老的朋友们那就是叫多点朋友来我好久没做直播了所以呢我们够1000人的话，机会难得，可以回答大家一个问题，好吧事不宜迟，我们就讲讲那个大师了最近呢我看到一个大师的文章在 YouTube 上面的 post 的一个文章，他说哎呀中国的 GDP 这么高好像是高过美国嘞，但你看中国的股票不涨嘞for the longest time going nowhere 这么长时间
都什么地方都没去嘞，也不行嘞。他写了一个大文章啊，为什么啊，好多的为什么在里面啊。那位大师还都蛮多粉丝的啊，在他的频道里面，当然我没有留言啊，这是他的频道，对不对？我也要尊重他所以在下面呢，好多人就写了好多的留言啊，这个 CCP 啦，就是共产党不好啦，中国不好啦，什么什么的，好多的偏见。那我看了之后我还是有2个感觉3个感觉了第一个，大师你现在10天前讲的现在什么年代？2025年过去1年半，恒生指数跑赢美股的，恒生指数跑赢新加坡股票的，那位大师住在新加坡的，跑赢这个日本股票的。现在你在什么年代还在写中国股票 for the longest time going nowhere? Oh my god， 对吧？第二个我有感觉就是，哎呀，他的这个粉丝也蛮多的，我个人觉得他有他的意见，可以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意见，但是大家对中国的经济、对中国的股市、香港的股市有偏见、有成见，错过了太多的好的机会了，对吧？大家有听七爸爸的直播的，有听七爸爸的 YouTube 的，有听七爸爸的那个进来 GMT 的同学的，知道七爸爸不是盲目的这个小粉红，有人骂我是小粉红，对吧？我不是盲目的，我是看数据的，但是呢，过去一直有给大家看到中国的机会在哪里，港股的机会在哪里我们明确的看到过去1年半，港股大幅度的跑赢了所有基本上所有的 major 大的股票指数 ，OK， 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我希望今天晚上让大家看到机会在哪里，不要再盲目的被洗脑啦，被偏见啦、煽动啦，对某一个国家、某一个政府有一些不，这个我们赚钱要合理嘛，对不对？你就算不喜欢它，但如果你要合理的来逻辑的、理性的看数据的话，你不要跟钱有仇恨，对不对？你可以不喜欢某一个地方但你不要跟钱有关系，对不对有这个仇恨人民币也是钱，也可以换港币，是不是所以呢，赚人民币的企业也有好的当然呢，我住在香港，比它比较有优势，对大陆比较有这个深入的了解所以当然我对美国也有很深入的了解我的儿子现在也是在专注美股我以前在美国也住了10多年念了个 MBA， 念了两个硕士，都是在美国念的。OK， 好，那我的解读我觉得那位大师其实带给我们最好的第3个我想说的最好的一个礼物就是看了人家之后反省。我们每一个人，不光是大师，每一个人，小白、散户，每一个投资者，反省一下大家可以在留言区写一写，反省一下，你有没有时候我肯定有 ，OK， 自己无知，还要嘴巴讲了很多自己无知，把人家去批评。自己看不懂的东西，把人家去看不懂我最近刚开始有讲老布布老布布好丑样嘞，但事实上我是错过了一个10倍股Rich 最近讲了老布布的那一个10倍股的一个如果用一套系统来看拉布布这只股票，泡泡玛特这只股票我是错过了，对吧？我反省，我第一个反省我不去批评人家，我第一个反省，我就是无知嘞，我就是我的口味配不上拉布布，结果就错失了泡泡玛特这只公司现在涨了10倍了这个如果大家没有看过这个股票或者这只拉布布的机会的话，去看看 Rich 最新的影片我觉得已经涨得太高了 OK， 但是我错过了这个机会，就是因为我的无知 OK。那第二个呢，大家都有偏见的我们经常就是要拿着我们的偏见，觉得它是真理，我们要放下执着
放下执着，你同意吗？我们要放下执着啊。所以我不是去批评他，不是去踩他踩场啊，广东话叫踩场啊，挑战他那位大师。但是我觉得让看人家的时候，有时候看得清楚一点借着他的错误来自我反省我们要放下自己的主观的一些偏见。OK， 第三个当然是偏见了我不喜欢这个，我不喜欢那个，我不喜欢。现在是越来越多的好像是 culture 了，已经变成了文化了所以我们要无时无刻的反省自己。OK， 那我个人觉得他所给的所有的理由我都不 buy，sorry， 我有我的意见。OK， 那中国为什么之前曾经低过美股一段时间的确2024年之前，中国的股票是跑输了美股。OK 这是的确的但是不是说什么美国就是好的啦，OK， 或者中国就是烂的啦中国大陆中国有中国台湾、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不是说中国大陆就什么我觉得用企业啦人的一个拼搏的精神啦、知识层面啦，中国都是很强大的它的政府也是非常有效率的所以各方面都是蛮好的。那为什么2024年前股票市场跑输呢？其实很大的一个原因是美国的资金在撤走，西方的资金在撤走种种原因在撤走，所以资金带来了包括它的那个房地产泡沫爆破，之前涨得太多了，房地产泡沫爆破，所以中国的内房也有涨得比谁都快的时候，中国的经济 GDP 发展也有涨得比谁都快的时候，中国的股票市场也有涨得比人家快的时候，只是不同的周期阶段你去比较的话，然后大做文章的话，我觉得是很有问题的。OK， 我不介意今天如果大家知道那位大师是谁的话，邀请他来客观的客气的、理性的来做讨论我觉得他是看错了好多东西所以我不介意不好意思，这个直接说他好多的偏见我是不拜的。OK， 不好意思，我就这样sorry OK 但是呢，我不是批评他，我觉得周期是不同的所以大家看到刚才给大家看到对吧？去年2024年的1月16日，当时不是现在马后炮，当时我们 GMT 内部已经给大家看到了，美股当时在牛山的牛市的末期的那一个阶段现在还在牛市OK 港股当时是最悲观的地方，而中国的这个股票市场还在下滑，当时 OK。然后呢，如果看经济的话，港股美股美国还在繁荣香港和中国大陆有自己的经济的挑战，但是在信用层面来说过去2024年1月份的时候中国的经济还在紧缩这个货币还在流动性的陷阱流动性的陷阱，有这个货币的一个陷阱，因为房地产爆破了，人家的信心不多所以我是客观的去分析的。但是当时就看到香港已经是到了最底了，不是因为经济好，而是因为大家情绪、资金等等到了最底，包括它的 valuation 估值是到了超值再超值这个时候那时候没有人讲对吧？现在谁都在开始讲了，那时候没有人讲那我们再看一下，当时我就明确的讲了1月22日，当时那天我讲了香港也很大的可能，当然不是说100%的我不想我的同学一看到我的学生看到爸爸说一定会暴涨啦 all in 啦借钱啦这个很危险对吧？所以呢我说也许会有一个很明显大家看不到很直接的说也许会有，也许一定要有人放在那里也许会有一个报复式的反弹，就是之前跌了那么狠之后会涨得那么狠，是不是很明白？对不对？这个很容易明白 OK。 好，再看一下
港股到了熊山了啊，当时到了熊山了，熊山之后什么？熊山之后是牛一，牛一是什么？牛一会涨了好多，好快好多。OK， 再看中国的政策，刚才那位住在新加坡的大师就是不懂中国的政策啊。这个偏见就觉得中国怎么样啦，怎么样怎么样，我不重复他的 BS 了 ，OK 啊，但是我是看到中国的政策，我说中国政策有4个阶段，收了之后死了之后放了之后乱了之后再收了之后再死了之后再放了之后再乱，那个时候中国经济好紧张，所以他会放了之后乱就是好啊，乱就是经济好啊，股票好，楼市会好啊，所以他那个时候开始放啊，现在还没乱了啊，开始放啊，乱了，牛山也在乱 ，OK 啊，所以呢，当时我是明确的讲了1月26日的 GMT 有历史啊，大家看到我们 GMT 里面每一张 PPT 下面左下角有那个日期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回有历史见证的 OK。 好，到了2月23日我再计算一下，当时大家说哎呀中概股要退市了，哎呀中国这个不好了那个不好了，哎呀美国要怎么搞中国啦，风险很高啦，对不对？好多东西 OK， 我理性的数字化的量化算出来好，你说港股的这个风险高一点 ，A 股的风险高一点 ，OK， 把风险打进去，我算出来，港股和 A 股未来会有一个大的上调的调整，而美股是涨过头了2点几个 percent。OK， 所以如果你从2024年来看的话，当然2024年美股还在涨的啊，今年年初美股就调整了，对吧？当然整体来说美股还在涨的啊，所以美股又创新高啦。但是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港股和特别是港股中概股啊，还有一个是没有看到的中概股，在美国上市的中国的股票啊，这2个是我最关注的。A 股我一直有看，我说还是太贵了 ，A 股还是太贵，相对港股那为什么不买港股，对吧？所以 A 股相对比较贵一点，我是看港股和中概股多一点 ，Rich 是看美股多一点所以呢，港股我们刚才看到从1月份开始是明显的反弹了，跑赢了算出来这个60%多，对吧？跟我算出来的不错我觉得不错，大家觉得怎么样？给我一个评分，对吧？我觉得不错我算出来要反弹58%来，当然每年还会有一个增长所以你要这个以前跌过头了，要反弹58%，再加上每年再要涨一点，每年11.74%的每年的一个回报涨的幅度，对吧？每年涨11.74%那去年年底去年年初到今天大约是1年半大约就涨了15%了，再加上58%我算出来蛮准哦，对不对 ？OK， 所以不是拍脑袋有偏见的，大家要算的所以大家记得今天学到第一点就是不要犯大师、散户、奇葩葩每个人都可能会犯的无知、执着和偏见，好好的来听自己不会计算不要紧，来听听人家怎么来看机会、找机会。OK， 那好了。我这个很简单的一个选股的框架叫选股5部曲有没有听过选股5部曲 ？OK， 有没有看过我的课程选股5部曲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一会儿我们放条 link 连接，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对吧？很简单的框架，在这个框架里面，很多人做错了就是一开始就说什么是买入点啦？你看这个会涨到几块钱了，那个是第4和第5步。没有次序的，我们要一步一步来次序，对吧？最简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股票市场在哪一个阶段，周期的哪一个阶段？我们一开始就讲了啊，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概念在脑袋里的，哦，美股怎么跑赢中国啦？啊，美股那时候在牛山，中国那时在熊山，那当然跑赢中国了，对不对？但是我们有了这个周期的概念，股票市场循环周期的概念之后，看懂了之后啊，其实影响我们投资回报的40%啊，我觉得是最影响的其实是周期，还不是买到哪一只股票啊，买到最好的股票中概股、港股在跌的时候，它也在跌，对不对？买到最好的股票，小米啊，那时候中概股跌，它也跌到了8块钱 ，OK， 那就是因为周期是很重要的啊。拉布布当时也跌到了9块钱，对吧？现在280啊，230了又跌下来了啊，200多块，当时也是跌到了港股最低的时候，它跌到了10块以下，这也就是大势整个周期的大势 ，OK？ 那你在涨的时候买了一个 circle， 涨了多少倍了，对吧？这就是个大势 ，OK？ 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第一个要看的是大势 ，OK？ 整个大势对整体的我们的投资的回报其实是这个影响最大的。我放40%啊，这个当然是概念，我没有真正的做这个统计啊研究过 ，OK？ 大家明白这个概念就好了啊 ，OK？ 好，那我们这里啊有76%的同学有把握到中概股的涨幅啊，我觉得是因为大家也是有听788的讲，对不对？我去年也讲过好几次 ，OK？ 那好了，那我们再看一下我看一下自己了啊，港股65.93%啊，算的蛮准的，对不对？哎，而我呢也是跑赢了港股啊，所以港股已经是跑赢了所有指数啊，跑赢了美股，跑赢了新加坡，跑赢了日本啊，还好我也跑赢了港股啊，我是90点几个 percent 的增长啊。那其实呢，这个90点几个 percent 增长，一会儿大家会看到我的学生的回报要比我好多了啊，好多的学生的回报比我更好。为什么呢？因为788年纪比较大，你看我这么多的白头发，对吧？所以我应该有一半的股票都是一些很稳的稳涨呐香港人叫稳涨，很稳的一些这个收息股啦，一些房地产的信托啦。还或者是money market 我有大约5%左右的 money market 大家看到基金的那一部分就是 money market fund 最近买多了一点点股票，之前我最近我还拿走了一点钱拿走了一点钱，赚到钱嘛，拿走了。之前我的现金的比例大约就10%所以这个现金是拖低了整体的这个买的股票那还有一些对冲的。股票这个蓝筹股就要它稳一点的所以整体来说还算不错就是剩余的一些当然是成长股一些10倍股，对吧？788经常给大家分享了10倍股所以我有一些年轻的学生比较注重10倍股的他们是远远跑赢帕的一会儿再给大家看看我的同学的一些学生们的一些这个是上一个星期五晚上。我们在做 GMT 的时候，大家所写的 ，OK， 我没有要求他们写，但是他们主动的分享了有一位同学厉害了，2023年11月加入 GMT 然后2024年回报300% 我到现在只有90多个 percent， 他去年2024年300%，今年80多个 percent，OK， 太厉害了其他的还有一些不同的鼓励OK， 好，那最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之后会看现在的机会在哪里那在这里呢顺带也讲一下我们要刚才说嘛，要学会放下，对不对？那788最近也放下了拍 YouTube 视频 ，OK 这个稿子还是我写的当然也有团队一起做 research， 然后我在定稿的但是呢，以前拍摄 YouTube 的话，其实788不太会讲话嘞，普通话也讲得不准嘞，对不对？而且特别是一讲完 YouTube 之后，年纪大了还什么样讲完之后就很累觉得这个 energy 用的太多了就很累的，头胀了、头痛了、睡不着了等等那我个人觉得我的兴趣爱好是能真正的帮 GMT 的同学做多点股票的研究啦，或者是给他们指导啦
所以我把这个拍摄 YouTube 的那个事情就交给我的最近的一个好兄弟数字人数字人788啊，我给他叫个名字叫格飞 Garfield，OK 所以呢大家现在开始看到的788是我的好兄弟格飞先生做的 OK。大家 OK 吗 ？OK 但是这个稿子所看到的背后的这个教学的一些理念啦或者价值观的判断呢，都是我有看过的，或者是我教的 OK。好那当然另外一个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我希望就是能讲多一点，而且是更频密的更及时的讲多一点，像最近的稳定币最近的红姐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红姐的那个短视频，对吧？红姐带来投资的启发等等所以我有很多的想法 OK。 大家如果有做过支付宝，那我是个创造者我很多的想法很多创意，所以呢有了想法还要慢慢的拍来不及了我去写文章，写完文章数字人帮我讲出来所以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的好兄弟格飞当然现在我是真人了OK 那以后多点时间做直播也不错 OK。 好，那我们讲完了第一步周期之后我们要做事情要有系统化的一步一步去做，对吧？所以选股布局第二步就说行业那我们也是这样，之前有看到我们在2021年的年底还是2022年年底我忘记了 ChatGPT 3.5 版本出来的时候，我们就说 AI OK 之前也有说 AI，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爆破，那时候就开始说 AI 是继工业革命、信息革命之后新一个人工智能的革命 OK， 或者我们叫信息革命的 3.0 4.0这个数字不重要，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moment 而且呢我们也是说在整个 AI 的行业里面，首先领出来跑出来的领先的是硬件硬件什么晶片的 NVIDIA SMCI 这些硬件 OK。 然后到了软体所以呢软体比如说Microsoft Meta 这些 OK。 那之后到了应用的 AI 应用的 AI 最典型的例子Rich 说的很好的 Palantir 从它20多块讲的时候涨到现在4、5倍了，对吧然后到了电力它也是带了好多的这个电力的例子给大家，他自己有把握到所以这个到现在又在往前推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晶片还能涨，但是涨得最快的那一段已经过掉了软件最快的美国中国还没开始，美国已经涨过了 OK。 应用的中国还没开始我有看快手快手是应用的这个还没真正的 take off， 但是已经开始涨了一点了 OK。 电力的我们也有看电力我们上个星期还看过东方电力今天涨了900%当然是人家打错了 OK。 但是后来跌下来的时候也涨了蛮多的所以电力我们也在看 OK。 但是我觉得未来的一段时间这个行业就是稳定币还有 RWA 好多的概念会出来 RWA 稳定币等等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赶快订阅，因为我们之后还会源源不断的给大家解释什么是 RWA， 什么是这个那个我们一会儿也有一个稳定币的那一个总结视频会很快的出来了 OK。 那除了那个之外，其实我们又回到了中国 OK， 或者香港香港其实港股很多的都是看中国的企业赚的是中国市场的人民币。那在中国市场现在出口很难了嘛，对不对？国家鼓励内需了，内消化这个内需了内需里面要有文化的产业了吃饭能吃多少，对不对那个但是我们精神的需要那个当然宠物这些这个它叫goods估值经济 goods economy OK。 所以
我们看股票其实不断在 update 自己啊。我现在这个叫 goods economy，OK，啊，所以在这里面很成功的其中一个是泡泡玛特。刚开始我觉得哎呀好丑样了，有没有人跟我有同感？觉得好丑样了，怎么这么丑样的还有人去抢着买啊？但是我看着多了之后也觉得哎也是蛮可爱的了。有没有像我一样看了多了觉得它可爱了啊？所以呢也是当然我更有兴趣的是看它这只股票Rich 最近很好写了一个这个拍了一个泡泡玛特这支公司为什么会涨这么多，而且它带出了一个系统，去找强势股10倍股的一个系统，叫 Cat Slim 啊。那Can Slim 不是 Can Slim，OK。那当然这个是其中一个系统啊。那我更喜欢是在再前面一点，我的10倍股投资秘籍里面没有用这个 Can Slim， 我用的是更前面的一些不同的框架系统模型，去找到更便宜的时候找到一些股票。因为我觉得用 Can Slim 的时候基本上已经是开始涨了不是最便宜的时候了。但是呢好处就是它是个强势股，会涨得好快好急不用说买了之后好像不涨所以它也有它的好处所以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影片？没有看过的话，之后看完这个直播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当然也希望大家分享出去，鼓励我们多点人看，我们就拍多点视频给大家。我们制作背后的整个团队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大家都很用心的制作每一个视频的，希望大家能支持我们。OK， 那好了。那我看了这个我觉得那个泡泡玛特第一个，哎呀，这像我刚才说的哎呀，我的偏见了、无知了，错过了泡泡玛特这一支公司我看，哎呦，这什么东西，对吧？现在觉得太贵了那我看完那个之后，我觉得拍得很好我也来用一个 Can Slim 系统给大家分析下一个10倍股当然已经涨了一点了涨了大约4、5倍了但是我觉得还是不错的不代表它一定会涨但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可能会涨的 OK 不保证OK 大家自我做自己的案例的一个分析 OK 那退一步回来我们又讲回了选股5部曲对吧？我们这个框架 OK 那既然稳定币是个新的风口，我觉得这里面会有很多的10倍股出来 OK 那刚才也讲过这个最新的这个视频我们已经上传到了这个 YouTube 了，但是还在被审批，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审批刚刚出对吧？刚刚出看完了我们这个直播之后，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 OK 那当然稳定币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这一次是个总结前几次也有讲过稳定币，而我个人觉得这个稳定币是一个这个支付系统或者货币系统的科技的迭代更新跟以前的比特币啦这些以太币不一样 OK 这个不要混淆但是这个稳定币会带来一些好的机会，而稳定币本身里面也会有一些10倍股出来OK 所以这个科技带来的机会我觉得是有的那好了，首先这个 Circle 站在风口里的猪也能飞起来对吧？我怎么看 Circle 都不是什么好公司呢，不是那么好公司它有它的独特性，但它的市占率也不是很高，也不是说没有竞争它赚了钱还要跟人家分好多这个现在这个 valuation 肯定是涨过头了就是因为它是站在风口里的猪 OK 涨到了200多块它是31块上市的当然如果你抽不到 IPO那如果第一天买入60多块买入，现在也涨了几倍短短的1个月短短的只有1个月不到OK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看到为什么我们选股5部曲第2步
就是要找行业啊。当然我们也有关注美股，也有关注港股，其实我们有关注全世界股票市场的，但是当然港股和美股多一点啊，还有中概股。OK， 那好啊，讲完了啊，美国的这个 Circle 啊，我怎么看还是买不下手。OK 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有一只股票，我觉得这个未来的稳定币啊 ，crypto currency， 还有 crypto asset， 会给这家公司实实在在的带来机会。OK， 实实在在的啊，一会儿会讲到怎么样为它带来机会。而它这个公司啊，富途啊，当然我持有啊，我有持有，我买了它好多年了。OK， 也有用它。富途这个公司，为什么我觉得反而是在整个稳定币或者 cryptocurrency 里面实实在在能赚钱，而且现在 valuation 当然已经比我买的时候涨了好几倍了啊，但是整体来说不像 Circle 那么夸张离谱了。OK 所以大家可以来看一下。OK， 那好了，刚才我们有看过老布布那个例子里面Rich 介绍了一套系统叫 CanSlim， 对吧？那我就马上用这个 CanSlim 来分析一下这个富途如果你不懂或者想了解多一点这个 CanSlim 的话，可以回看这个我儿子 Rich 最近的那个老布布的视频里面，他有解释的很好如果你要他整套的那一个技术分析的话，也可以一会儿在我们的连接里面找到他有整套的教大家的那个技术分析的课程。OK， 好，那 CanSlim 第一个 C， 它这个quarter 这个 current quarter 的营收和利润营收增长81%，哇，同比增长81%。OK， 那是不是特别好去年整年也有36%，那是非常好了，对吧？那个CanSlim 里面那个20%已经是 OK 了它是远远超过了20%的那如果看盈利的话，是105%的 EPS 的增长所以也是 take OK， 还远远超越了 OK。那如果我们看 annual 这个收入 annualized 的收入和这个 EPS earnings OK， 那过去5年它都在增长。过去年都在增长2022年是一个香港的熊市，美股也有一个调整 OK， 在这个调整的年度里面，它也有增长，虽然是少过20%，但是也有增长但是呢，也不排除它2021年涨多了，2023年也有个反弹，所以如果你把它 CAGR 这个来平均一下，复式增长平均一下 CAGR。也是超过了符合20%的这个增长 ，OK， 所以这两个都是个 take 那第三个 N 有没有新东西呢？这里我就觉得什么新的市场，日本马来西亚新西兰、New Zealand 这些，它会继续慢慢的扩张，但是我觉得最大的现在特别是未来市场关注的就是它的虚拟资产的交易和管理的牌照我们在7月11日的时候，那现在香港炒的国泰君安炒了很多，对吧？国泰君安只是拿到了初级的牌照，刚刚拿到，股价涨了30倍。OK， 富途是1年前已经拿到但是股价还没有涨太多，没有国泰君安那么多 OK。 还有就是拿到牌照不等于有生意做，对吧？国泰君安香港没人用的富途香港一半的香港人都有富途户口，香港 definitely 富途是我们香港这个用了券商最多的、交易最多的一个公司应该新加坡也应该是第一了所以他跑到哪里应该都是第一，对吧？他跑去马来西亚，我们有很多马来西亚同学都在等，还没进马来西亚，都已经跑来香港或者新加坡开户口，一到马来西亚马上开户口所以这个跑去哪里都是很厉害的 OK。 所以呢，他现在在新加坡也有这个虚拟牌照，刚刚搞了一个这个crypto 的 feast 这个展览会 OK。 所以他还有一个在香港的叫第二个这个管理的牌照，这个管理的牌照其实只有11家公司拿到了初步的这个牌照，它是11家公司里面其中一家
OK，所以这个新的既然我们看稳定币、虚拟货币现在是越来越重要了那这个重要了，中间就有买卖交易，对吧？要资产管理，要买卖，要交易，要 ETF 等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出来了啊。那这个我个人不买比特币，我个人不买 ETF 这个以太币但是我觉得稳定币是一个交易的一个货币这个有利之后的一个金融支付的整个系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货币市场或者金融市场的一个革命。OK，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 N 也是一个符合的OK， 当然大家不同意或者有不同想法欢迎大家来讨论。OK， 好，那我们到了 S supply 它的股票有没有继续的增长这个供应的增加那第一个呢腾讯和它的创办人已经打了差不多37%，而且过去没有减持过腾讯有减持过一次，但是这个创办人没有减持过所以相对来说它的供应还是比较这个稳定的。OK 过去没减持不代表将来没减持但是我们不能想象一些没有发生的事情，对吧？那还有呢，就是它不断的有股票的回购，还有派发股息去年也派发了一次特别的股息。OK， 所以我觉得这个 supply这个股票的供应来说，相对来说，因为它在回购嘛 ，supply 是越来越少了那另外一方面呢，这个现在这个因为新的机会来了，特别是 crypto 这个crypto 来了之后，现在的美国的机构也开始买它了，而且美国的大行也开始这个推荐它了所以我们看到 JP Morgan我们看到还有这个 Barclay 都开始所以这个 supply and demand 这个对股票的需求，我个人看有可能会增加的。OK， 那当然这个我只是做了我的研究，大家自己判断。OK， 那好了，到了 L leader 股票的那个市场领先，它肯定是领先的，肯定很厉害的香港已经是遥遥领先了，第二名都不知道在哪里了新加坡应该它也是第一，对吧？有没有新加坡的朋友在有没有在用富途这个还有马来西亚应该也是那美国美国的如果我们看社交平台的 KOL 的推荐的话，当然也是跟富途有这个好这个谈好的一些好处这个使到他们粉丝有点好处等等我也谈好了，可以只是我没有叫大家去开富途户口。OK，那这个我觉得富途是最多被 KOL 推荐的一个平台那所以我觉得这里它完全碾压对手它的唯一一个对手我有研究过，叫老虎证券，相对来说富途要做得好很多那其他的一些什么传统的银行啦，什么药材证券啦，不用想了，就差很远，就这样OK， 好，那当然也是我的一个是的，有人说是的。OK， 谢谢那好了，到了机构投资者了那我们看到机构投资者Cathy Wood 还没找到了，Cathy Wood 最近都在不断的买那我们看到其实好多的这个大部分的基金是在买入，有一些当然有减持或者获利离场了，但是大部分还在增加。OK， 那我们刚才看到最大的2个股东也没卖，其他的也在增加所以我觉得它的股价涨就是散户傻傻的在放，哎呀，赚了钱了要放啦，对吧？但是基金是在买所以给大家参考一下富途有一个 B 哥130块卖走了我又有留言大家可以去看我说 B 哥130块卖走了之后没有阻力了之后真的没有阻力了，1个星期不到，现在160了 ，OK， 对不对？散户傻傻的130卖掉，全部卖掉了，就没人卖了，结果就没主力了B 哥是富途的散户群里面的大红人好多人都认识他，好多人也是因为我经常
来 mention 他，所以认识了更多人认识了他啊。他130卖走，我就说之后没有阻力了。OK， 好，那你看看啊，最近涨得多么急，对不对 ？OK， 好，到了 M 就是 market，OK， 那我觉得啊，第一，我们首先要知道富途70%的股票交易的股票是美股啊，香港人买美股也是用富途的 ，OK， 香港人之前不买香港股票去买美股用的也是富途，但是呢，也是因为大家以为它是中概股，中概股不涨的嘞，中概股怎么样了，对吧？我们有看到刚开始给大家看到那些人的偏见，那些人的中概股了，所以它的股价是严重落后了 Robinhood， 严重落后了 IB 啊。就是到现在为止 ，OK， 它虽然已经涨了好多了啊，那去年开始呢，港股我们刚才看过了，港股是跑赢了美股，对不对？跑赢了其他股市，所以它也在这个很好的港股中概股的复苏的阶段里面，再跑赢了港股啊。这个如果你用 Rich 的那个词来说，这就是强势股；你用 Papa 的来说，这就是10倍股啊。它是少有的 Rich 也看好的，我也看好的10倍股啊。当然，我们看好的是之后我会给你看，我们一直在这个 GMT 里面有分析有看啊，这个就给你看了啊。那什么时候买入呢？对吧？选股5部曲第4和第5步不是说随便买的 ，OK？ 那看你是什么样的 style 的投资者了。你是逆向投资者，像我30多块、40多块、50多块、60多块、70多块买的好开心 ，OK， 所以比较早期买的啊。如果你像 Rich 一样的 ，Rich 是114块买的 ，OK， 他看到 VCP 啦、Breakthrough 啦、枢纽点啦啊，这个你要学的话啊，可以学 Rich 的，可以学我的都可以啊。这个这钱是赚不完的啊，这个就这样 OK。那这个是7月11日10天前刚刚富途是涨破了140，还记得吗？我刚才笑那个 B 哥过了130没阻力了 OK， 然后马上就到了140。Rich， 我们是星期五，每周的星期五给 GMP 的同学做这个分析的，对吧？他说涨破了这个130了，涨破了130之后没有阻力了，下一个就是2021年的高位了。那个高位在哪里？那个高位在180到200 OK 啊，这个当然是个区间啊，180。上个星期五晚上最高去到了170和180 10块钱不到10%来，对吧？你是170的10%，17块，对吧？所以我们已经是看到真的是涨得好快好快 OK。 那我个人觉得啊，如果这个稳定币的炒作 crypto 的炒作，8月份香港又要立法稳定币了，美国立完稳定币了啊，涨了一波，香港是8月份要立法稳定币了，然后牌照一个一个申请出来了，包括发行稳定币的发行商等等等等啊。我富途是那11家可以做 crypto 这个资产管理的 OK， 他会不会自己去做这个稳定币呢？有这个可能。它下面有一个叫天星银行的虚拟银行，这个天星银行的股东厉害了啊，一个是富途，一个是小米 OK， 两个都是很牛的股票啊。两个或者高科技的公司 OK， 所以未来没有发生但是这些东西如果发生的话，现在这个整个稳定币的概念这么火，我个人觉得当然也涨了蛮多的风险自己考虑 OK， 我觉得还有机会了，就这样 OK 当然呢，这个不排除它会波动，股价一定会波动，或者有些人会这个获利离场啦，或者是突然之间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做好风险管理啦。我最怕人家说爸爸你不是推荐富途的吗？我 all in 了，千万不要这样大家进来 GMT 我还能每周指导大家，不进来 GMT 的话，大家自己要学会看种种的
这个买卖的信号等等 ，OK， 那我个人很感恩，OK， 从富途上面到现在已经赚了不多啦，80多万美元的那个这个利润了啊，但是我也是很满足了，已经很不错了，就这样 OK， 那当然这只是我应该是10个10倍股里面其中一个吧，对吧？那其他的也有一些很不错的 OK， 好。那这里也是邀请大家，如果还没有加入 GMT 的，刚才我看到有几个 GMT 的同学来打招呼，还没有加入 GMT 的你了解一下 ，OK， 我觉得错过机会是最可惜的啊。那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未来的一段时间，我觉得机会是蛮多的。相反来说你现在不在股票市场里面赚钱，其他的工作是越来越少了，就这样 OK 好。那我们这个Ken Slim 对吧 ？Ken Slim 刚才是给大家做了一次 update 的功课其实我们是更有系统的，不光是做一家我们是更有系统的来做研究once again， 我们在6月27日的时候，当时这个富途这个我们看到它涨上去了，对不对？当时还只有123这个一直涨上去当时我们有系统的说了做了 canceling 了你们可能会问，那老虎怎么样那 IB 怎么样那Robinhood 怎么样对吧？我们是有系统的把富途跟它的竞争对手一个一个来比较，一个一个来比较，到最后富途的分数是99OK， 老虎是97， Robinhood 是97，IB 是95还有 Charles Schwab 是91 OK， 那左上角现在 Barkley 我们要比 Barkley 早2个星期，早3个星期当然他说了之后股价当然也涨了，对吧？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我们看到的人东西了，所以越来越多的人来买，这股价就上去了我们就越早买就越开心 OK， 那 Berkeley 说富途是亚洲版的 Robinhood 加 Coinbase 加 Charles Schwab OK，Coinbase 是个交易所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但是 Robinhood 和 Charles Schwab我们有做过研究，它的分数没有富途高，没有富途高。作为股票作为股票的研究没有富途高 OK， 那作为这个服务的话不能比了完全不能比了。我没有用富途之前是用这个 IB 的是完全不能比，就这样 OK。 Charles Schwab 我之前也在美国的时候也有用过所以我也对他好多年的那个认知了 OK， 当然他们也很成功，要比富途大，所以富途我希望还能看到它继续成长，好吧 OK。那我们再说了5月份上一次直播的时候5月12日直播的时候，我教大家5月份来学10倍股吧。788给你们每一次邀请，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把握我最近看看，当时我说有4个10倍股的案例要更新了，因为我看到一些也是 GMT 累积下来的一些分析，想分享给大家GMT 是这个广东话叫头单痛这个先第一个吃的那 GMT 分享完之后给大家来看一下 OK。 5月份我们 update 了4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小米涨了不多，因为它之前涨了好多，涨了不多短短2个月内涨了12%，也不错了，对不对12% for 2个月那还有 NVIDIA 现在很火健身黄老板又在大陆，对吧 ？H20 又能卖给中国大陆了，涨了29% OK 不错，非常好那第3个何塞之前涨了好几倍，涨了4倍5倍从5月份到现在涨了8%，涨得最少咯8% 也不错了 OK 8% 好，富途你看看当时5月份到现在涨了49% OK， 所以这个我觉得788邀请你们的时候真的要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吧？好那今天我们看看有没有同学有其他的问题那不够1000人很可惜 OK 刚才讲的股票还是强调一点，要学习，先要学习，你不懂开车不要去开车，
你不懂开车去开车出了问题，不是车子有问题啊，不是小米车有问题，不是保时捷有问题，是不懂开车的人去开有问题。OK， 所以你不懂买股票的话，不懂分析的话，不懂什么这个十倍股投资秘籍，不懂这个 Rich 的强势股技术分析的话，那赶快学，好吧 ？OK， 所以刚才我做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学生他说，哎，爸爸，我也分享一个好消息给你了。我说好啊 ，OK， 他比我厉害，我刚才90%，对不对？他比我厉害，因为他专注我讲的十倍股，专注十倍股整个 portfolio 涨了179%，OK， 所以我觉得他厉害，比我更厉害所以大家不要再盲目的这个好像对中国大陆什么什么港股啦这个歧视。如果你觉得港股不行，我们买港股有这个回报，那我们应该很骄傲了，对不对？如果你觉得港股就是不行了，中概股就是不行了，那我们买港股买中概股，那应该是值得你来学习的，对不对 ？OK， 所以那个3个课程你们自己去看这个有些是免费的，有些是有一点费用的那一个课程21天的课程或者是那一个 GMT 1年来跟我们每一周星期五晚上来这个学习，好吧？有人刚才想说要分享何塞何塞我们在GMT 里面有讲过，今天不到1000人不讲了，就这样何塞我们也详细的讲过包括那个10倍股投资秘籍里面也有何塞作为其中一个那个这什么案例的分析富途能买吗？现在买价格有点高，但我觉得它的机会还有，但是我不知道 ，OK， 就这样120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我买的70块的时候你为什么不买呢？我是喜欢买便宜货的但如果是用Rich 的强势分析这个强势股的分析的话，130是个突破枢纽点所以我的理解这个如果是用他的方法的话，130是个买入的枢纽点过了 ，OK。如果是我的话，要便宜的话，要有安全边际的话，70块楼下，60块就很好 ，OK， 好，还没上车那你赶快来学习了，就刚才我讲的那个你如果还不懂的话你什么都不要买，先学习。不懂的话买很危险就是刚才有一张图我的儿子还没有拿到驾驶执照，我给他一辆车子开，他肯定出问题，就这样车子没问题，对吧 ？OK， 感谢你的感谢OK，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了我们猜一下9点35分富途多少钱，好不好？我们刚才内部的几位同事回来帮忙的同事，我们说富途9点35分多少钱差的最远的今天晚上吃宵夜请吃宵夜OK， 大家也可以在这里猜一下9点35分富途多少钱就要开市了 OK 今天给大家讲富途不是买卖建议OK 但是我有富途也就这样我个人看好富途不等于你要买OK， 但是你赚了钱的话小心了就这样了对，不学还真的很危险，对吧？就这样 OK， 好，感谢大家今天只有400多人，有点可惜了，对吧那之后就腰痛就不做直播了，直播做了这么少的人来看不过今天有出现的400多位朋友，感谢这个老朋友了，感谢 OK 那我们下次再见，希望大家赚多点钱OK， 好，拜拜166OK 怎么加入 GMT 大神呢我们放了一个链接165那现在就要马上买了165昨天收市是160OK 你这么看好166 164.32好 OK 希望就能继续涨上去 OK 好拜拜。